就在5月24号，咱们国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神舟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直插云霄。这事儿呢，本来是全国人民欢天喜地的大喜事儿，但是对香港老百姓来说，那更是意义非凡啊，跟过年一样。为啥呢？因为这次飞船上坐着一位咱们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儿黎佳莹。航天员黎佳莹，她这一上天啊，直接拿下了2个史诗级的大满贯，首位香港籍航天员，首位港澳女性载荷专家。这是香港人盼了多少年的太空梦啊，终于在咱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变成了现实。可是谁能想到啊，咱们这儿正敲锣打鼓的放鞭炮呢，互联网的阴暗角落里的黄丝群体，他们居然急眼了，又开始暗戳戳的搞事情了。他们不仅不为黎佳莹感到骄傲，反而四处去给人家科普，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哎呀，你们都被骗了，第一个登上太空的香港人根本不是黎佳莹，而是一个叫威廉·安德斯的人。我当时一听，哟呵，威廉·安德斯，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像卖汉堡的？赶紧去查查这家伙到底是哪路大佬。结果大伙猜怎么着？查完之后，我连翻了3个白眼儿。这位威廉·安德斯啊，1933年确实出生在香港，但是问题是啊，人家爹是正儿八经的美国海军军官啊，人家威廉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典型的西方白人长相，拿的是美国护照，吃的是美国汉堡，长大了参加的是美国军队，最后是代表美国航天局，在1968年坐着美国的阿波罗8号去绕月飞行的。这哥们儿除了当年他妈妈在香港的医院里把他生下来之外啊，他在香港待过几天啊？他会说半句粤语吗？他吃过一顿正宗的肠粉吗？他连中国香港的身份证都没有，跟咱们中国跟香港的文化血脉连半毛钱关系都扯不上啊！某些人的逻辑啊，简直是震碎了我的3观。这就好比说一只大金毛跟着它的主人来中国旅游了，刚好在咱们院子的狗窝里生下一只小金毛，然后你指着这只小金毛非说它是咱们纯正的中华田园犬。那这帮人为什么非要干出这种恶心事儿啊？说白了就是骨头没长硬，他们骨子里那种畸形的崇洋媚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在他们那个榆木脑袋里啊，只要是外国人天生就比中国人高贵，哪怕这个美国人跟香港8竿子打不着，他们得硬凑上去蹭一蹭，以此来暗示，你们看，还是人家美国人厉害，西方人才是我们香港的骄傲。醒醒吧，西方的太阳早就落山了。咱们再看看黎佳莹是谁，人家是1982年出生在香港荃湾，籍贯广东顺德的土生土长的中国香港人啊。人家是在香港长大，喝着东江水，吃着茶餐厅，一路考上了港大，拿着计算机博士，还在香港警队干到了警司，现在更是代表国家，代表14亿中国人飞向了太空。他的根儿在中国，心向祖国，这才咱们实打实的有血有肉的本土英雄啊！结果这帮黄丝啊，放着自己家的女英雄不去夸，非要捧着一个美国老头的出生证明去认祖归宗啊！这种颠倒黑白的样子啊，真的多看一眼都觉得辣眼睛。你以为这帮人认完杨爹就完了？没有，他们看第一人这个名头抢不过来，就开始对黎佳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了。网络上突然冒出一大堆键盘侠，在键盘上疯狂输出，说黎佳莹是3无人员，说她没有军籍，没有飞行经验，根本没有资格上太空。哎呦喂，这帮人是真可以啊！你们知道黎佳莹的履历有多硬核吗？人家是香港大学理学士、工程学院哲学硕士，最后直接干到了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的哲学博士呀。博士研究的方向还是极其硬核的网络侵权罪行与电脑法政，这叫3无。香港大学啊，各位，那可是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上神仙打架的地方。这3个响当当的学位，全是从这所顶尖学府里实打实拼出来的。人家不仅是学霸啊，人家在香港警队还是女总督察。这种霸王花加学神的超级满级人类，到了你们这帮键盘侠嘴里，变成3无人员了。他的博士生导师都亲自出来发话了，说黎佳莹责任心极强，工作极其严谨细心，这可是业内泰斗的背书呀。再说他们那个可笑的质疑啊，没有军籍，没开过战斗机怎么能上天？这就彻底暴露这帮人不仅坏，而且是真的蠢
蠢到家了。你们以为神舟飞船是个大号的拖拉机啊？上去的3个人都得轮流挂2档起步啊，抢着踩油门吗？国家这次选黎佳莹上去啊，她的岗位叫载荷专家。啥叫载荷专家？用大白话讲，就是上天去做高精尖实验的顶级大管家。飞船和空间站里有专门负责驾驶、看仪表盘的航天驾驶员，人家那才是飞行员出身。而黎佳莹的任务啊，是到了天宫空间站之后，安安稳稳的在实验室里搞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测试航天新技术。这次神舟23号上去啊，可是要搞100多项科学实验的呀。这就好比咱们请了一个顶级的脑外科医生坐车去别的城市做手术，你非得拦着人家问大夫啊，你有 A1 驾照吗？你会开大客车吗？你不会开大客车，你凭什么去做手术啊？你这不是脑子有大病吗？国家缺的是他在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超级大脑啊！他懂密码学，懂数据分析，他在天上处理实验数据啊，那叫专业对口。选他上去啊，那是实打实的硬核实力匹配。这帮键盘侠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就在那瞎喷，纯属是秀智商下限啊！那如果说前面那些质疑只是蠢，那接下来他们用的这个借口，那就是彻底的坏透了。这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跳梁小丑，翻遍了黎佳莹的履历，实在是找不到黑点了。最后居然拿她的家庭做文章，他们阴阳怪气的说：“哎呀，她可是3个孩子的妈妈呀，孩子还这么小，她竟然跑去太空出差6个月，这太不负责任了，这就不是个合格的母亲。”哎呦喂，这都2026年了，咱们的飞船都对接了多少次空间站了，可有些人的脑子居然停留在封建时代啊！我就想问这帮道德绑架的人啊，咱们国家上去了那么多男航天员，里面当爹的一抓一大把，有2、3个孩子的男航天员也不少啊，怎么那个时候也没见你们跳出来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你不负责任，你没管孩子呢？怎么换成了女航天员，换成了一个母亲去为国争光，你们就说人家自私不顾家了？你们知道黎佳莹为了争这个名额付出了多大代价吗？全香港有120个顶尖人才报名，国家优中选优啊，最后选了他。入选之后，他迎来了地狱级的挑战，8大类200多个项目的魔鬼训练，累计超过1700个学时。他在发射塔架前面对镜头只说了7个字儿：航天初心永不忘。轻描淡写的7个字背后是一个从香港普通村屋走出来的平民女孩，一路过关斩将，流血流汗换来的底气啊！她站到了国家最高级别的舞台上，连香港特首都站出来公开为她点赞，说她是香港科创人才的骄傲。这帮黄丝为什么非要咬着黎佳莹不放啊？他们是真的关心航天员的选拔标准吗？他们真的是在关心那3个孩子有没有人带吗？根本不是啊！黎佳莹的成功像一根又粗又长的刺，深深扎进这群人的玻璃心里。首先呢，他刺痛了那些崇洋媚外的人。前几年政府想改一改这些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街道名儿，这帮人就急眼了，跳出来游行抗议，说什么这是集体的回忆，甚至还敢打出那种不伦不类的龙狮旗。在他们心里香港的辉煌只能是英国人赐予的。现在倒好，祖国带着香港人直接冲出了地球，走向宇宙了。这是以前英国殖民者给过他们的待遇吗？英国人当年连个警务处的处长的位子都不愿意给华人坐，现在国家直接让你去天宫空间站做实验，这种巨大的反差，直接把殖民时代有多好的谎言击得粉碎啊！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所以只能疯狂的泼脏水。其次，他刺痛了那些见不得香港和祖国血脉相连的小丑。黎佳莹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所有香港的年轻人，只要你心向祖国，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国家的高端平台对你完全敞开。香港人不仅可以建设祖国，还可以建设大国重器。这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对中国文化、中国身份的深度认同，是那帮企图把香港从祖国怀抱里割裂出去的黄丝最害怕看到的。他们怕香港年轻人觉醒，怕大家看到背靠祖国的广阔天地，所以呢，他们必须抹黑黎佳莹，企图把这件大喜事搅和成一滩浑水。可惜这帮跳梁小丑的算盘注定是打错了。无论他们怎么狂吠，无论他们怎么在键盘上抠字，神舟23号已经在太空中稳稳的翱翔。
威廉·安德斯再怎么被他们吹捧，也不过是一个恰巧出生在香港的美国人。历史书上他代表的依然是星条旗。而黎佳莹，她是咱们货真价实的中国香港的女儿，她拿的是中国国籍，认同的是中国文化，胸前绣着是鲜艳的5星红旗。她才是真正能代表香港精神那种拼搏、自强、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最佳代言人。这香港回归了20多年，各种风风雨雨啊，祖国哪一次不是把香港护在身后？现在国家更是把手伸向了浩瀚星空，拉着香港儿女一起去触摸星星。这就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啊！这就是大国崛起的底气。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